娶她的男人没有强大的心脏都不敢娶她，要面对10几个大舅哥小舅子呢，还有与咱们家关系好的那些，都是他的小哥哥一大堆呢。他要是嚎一声，能换来20-30个兄弟。娶她的男人腿都软，能当场吓晕过去。娶她的男人是娶她回家，不与我们一起生活了，压力稍微小一点。要是招婿上门，与我们一起生活，就要天天面对10几20个的大舅哥小舅子，还有那么多的叔叔。海童同情的道，咱们的上门女婿会压力山大，吓得英年早逝的。这么说，他的女儿反而要愁嫁了。那他要不要现在就先帮女儿挑个厉害的小子，培养成女儿最忠心的男人？知夫莫如妻，战印刚有那样的想法，就被他老婆大人饿死在摇篮里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我们也不用过于担忧。你不要想着去培养一个女婿出来，你培养出来的未必是女儿喜欢的。咱们朋友那么多，他们的儿子与贝贝一起长大，总会有一个胆大包天的竹马的。战印顿时又急起来，谁瞄准我女儿了？海童瞪他，他讪讪地摸摸鼻子，不好意思地笑笑。贝贝没那么快醒，走吧，下楼用早餐。海童起身，也将丈夫拉了起来。战印还要亲一亲女儿，才舍得下楼。宝宝早就让管家送去学校了。战印上班的话，偶尔会带上儿子。海童早出门，也会带上儿子。今天战印要休假半天带娃，海童没有早出门，宝宝就只能让管家送去学校。不过有苏猛和他一起，小兄弟俩玩得好，没有父母送，也不在乎管家送他们上学。小兄弟一路上都在吱吱喳喳说个不停。沈小军怀上了2胎，苏南的注意力一下子全放在爱妻身上，没那么多的精力看着调皮的长子。苏猛喜欢和宝宝一起，要在海童家里住下，苏家便由着苏猛住到海童家里。反正苏猛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战家的，有一种让战家帮他们养娃带娃的感觉。好在占这个便宜的人不止苏猛一个，苏南夫妻俩也就心安理得了。与战家交好的，家里有适龄儿童的，哪一个不是将娃儿塞到战家去？既能和战家新一代培养友情，又能从老太太那里学到不少，更能让他们轻轻松松，一举3得呢。傻子才不干。海童吃过了早餐，又陪战印聊了聊天，才出门上班去。战印打电话给苏南和战一晨，告诉他们俩他今天不回公司，然后通知秘书将他上午的行程改一改。对于他突然不回公司的行径，战氏集团上下早就习惯了。贝贝不到8点就醒了，醒来习惯性的叫妈妈，没听到妈妈应答他，他自己翻身爬坐起来，环视一遍房间后，再自己滑下床，穿上拖鞋就往卧室外面走去，边走边叫喊妈妈妈妈。战印刚好上楼，回到房门口就听到女儿的叫喊声了，他赶紧推门而入。贝贝醒来了，妈妈上班去了，来，爸爸抱。没有看到妈妈，贝贝是有点不高兴，不过爸爸再也能安慰一下他幼小的心灵。他小跑向爸爸，很快就被爸爸抱了起来。小娃娃搂住他的脖子，依赖地窝在他的怀里，这种幸福感让战印贪恋不已。有女儿的感觉真好。贝贝不睡了吗？不睡了。战印抱着女儿回到卧室里，那你先坐坐，爸爸去帮你拿衣服来换。贝贝点点头。战印将女儿放坐在床上，转身走了2步，又折回来，重新抱起了女儿。还是抱着女儿去拿衣服吧，让女儿自己挑选衣服，看她想穿哪一套。贝贝的衣服太多，每一套都很漂亮，贝贝有点选择性困难，最后还是由着战印给女儿选了一条裙子。他觉得女儿穿着小裙子很漂亮，像个洋娃娃似的，浴血可爱，不愧是集他和彤彤的优点长的女儿，就是比儿子讨人喜欢。宝宝，哼，爸爸就是偏心，
重女轻男。帮女儿换好了衣服，战印问女儿：贝贝要喝奶粉吗？要。贝贝答道，又对爸爸说：洗洗。他摸了摸自己的脸，提醒爸爸要帮他洗洗脸。每天醒来，妈妈都会帮他洗脸、洗洗牙齿的。妈妈说等他再大一点，就教他像哥哥那样自己刷牙。战印笑，是，先洗洗，爸爸都忘了。他抱女儿下地，然后牵着小丫头进了盥洗室。10分钟后，战印已经冲好了奶粉给女儿。小丫头喝奶粉很快，不用2分钟。太奶奶，她叫道。战印清洗好奶瓶后，带着女儿下楼，并告诉女儿，太奶奶上午没空，不能陪贝贝呢，上午就爸爸和贝贝玩好不好？太奶奶去哪了？贝贝没有说好不好，他追问他太奶奶的去向，怀疑太奶奶出去玩不带他。太奶奶经常会趁他睡着了就偷偷出去玩的。战印答道，太奶奶去体检了，就是去叫医生叔叔帮他检查身体是否健康，有没有生病。小丫头听不懂，但她懂生病的意思，便一副自己听懂的样子，点了点头，哦了一声，又问起她的妈妈。明知道妈妈不在家，就是上班去了，她还是要问。总之，家里的人她都要问一遍。战印带娃，就是搬来很多玩具让女儿玩。小丫头玩了一会儿就不想玩了，要爸爸带她出去玩，在外面玩了会儿。小丫头又不乐意了，可能是觉得爸爸不如太奶奶会玩吧。爸爸，我要太奶奶。嫌弃爸爸不如太奶奶会玩。贝贝虽然表达不出来，就只会吵着要太奶奶。战印哄了一会儿都哄不住，只得抱起女儿说道，贝贝，太奶奶没那么快回来的，要不爸爸带你去妈妈的公司好不好？妈妈在，你表姨也在呢。贝贝很喜欢太奶奶，不过也喜欢妈妈，不能去找太奶奶，能去找妈妈也满意了，便点了点头，不再吵闹着要太奶奶。战印松口气，平时可能是家里人都一起照顾着贝贝，他真不觉得女儿难带，今天让他独自带着贝贝，才知道带娃还挺累的，衣食一样，变化快。这边战印带着女儿去公司找海童，那边的战月陪着奶奶排队等着叫号。老太太是特意挂的曾小雅的号，虽然她早就挂号了，不过还是有人在她前面，婆孙俩等了好一会儿。奶奶，你饿吗？战月关心地问，她怕奶奶饿坏了。我以为奶奶挂的号是很靠前的，早知道还要等那么久，我就厚着脸皮让小雅给奶奶插个号了。老太太瞪她，说道，奶奶平时是怎么教你们的？都学到狗肚子去了。奶奶这是体检，又没有什么事，挂的号是排第几就是第几，插号做什么？别人过来是真的看病治病的，不要因为我们认识医生就占用了别人的机会。奶奶不饿，你不要隔几分钟就问一次，下次再说这样的话，我叫你哥哥们好好教教你怎么做人。战月被奶奶训了一顿，讪讪的，奶奶，我错了，我这不是担心奶奶会饿着吗？我保证以后都不会说那样的话。奶奶总说他们就算手里有权势，也不要乱用，不要仗着自己的家世背景就不把规矩放在眼里，不把别人的命放在眼里，众生平等，没有谁比谁高贵。老太太见她认错态度好，也就不再批评她。这时候叫到了老太太的号了，战月赶紧扶起奶奶，奶奶到你了，慢点。她扶着奶奶进去，老太太没有阻止她，由着她搀扶自己。曾小雅看到婆孙俩进来，愣了一下，随即关心地问，战奶奶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战奶奶来了医院，怕是大问题吧？因为战家有家庭医生，一般小问题家庭医生会解决，只有大问题需要住院才会到医院来。我没有不舒服，就是有段时间没有体检了，今天就叫老八陪我过来做个体检。曾医生，你帮我开几张体检的单子吧。老太太坐下后笑着解释，免得曾小雅担心。
听到老太太说是来体检的，曾小雅恍然，原来是体检呀，吓得她还以为是老太太出大问题了呢。想到战家认识程医生师徒，私交还不错，老太太真有什么事，战家早就联系程医生了。曾小雅笑着，战奶奶，我先帮你量量血压。战奶奶今天没有吃早餐吧？没有，要来体检，我就什么都没有吃，连水都没有喝一口。老太太伸出手，让曾小雅帮她量量血压。曾小雅帮老太太量了血压后，说道：“战奶奶血压有点偏高，还好，没有到需要吃药的地步。战奶奶年纪这么大了，多少会有点小毛病的，无妨，别太担心。”老太太应着：“我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身体各项功能肯定会下滑，哪还能跟年轻时相比呀？有点小毛病很正常。”曾小雅觉得老太太心态好，才是让老太太长寿的主要原因。她给老太太开了几张体检单，然后将体检单递给战月，让战月去交钱。老太太起身，曾小雅连忙起身扶她，老太太没有阻止她。曾小雅扶着老太太出了她的诊所，在门口的椅子坐下来，对老太太说道：“战奶奶，你在这里等着战月就行，别跟着她到处跑。等她交了钱回来，再带你去做检查。”“我不到处走，就在这里等着她。”“曾医生，你忙吧，还有挺多人等着你看病的呢。”曾小雅年纪虽轻，被调到管城医院的时间也不长，但她的医术精湛，经她看过病的病人，从最初的不太信任到现在完全信任。只要曾小雅到门诊部来坐诊，挂她号的病人是越来越多。曾小雅多叮嘱了几句后，才回到诊室里去。一会儿后，战月回来了，看到奶奶坐在诊室门口，他走过来，小声问着奶奶：“奶奶怎么不在里面坐着？不是想和小雅多唠叨几句吗？现在不是时候，也不适合。没看到那么多人还等着看病呀。走吧，先去做完这些体检再过来，小雅就该下班了，然后就能请曾小雅一起吃饭。”战月搀扶着老太太去做检查了。大医院人多，不管去做哪项检查都要排队。等老太太做完所有检查后，已经到了下班时间。婆孙俩担心曾小雅走了，老太太便让战月先去诊室看看。他老人家在医院门口等着，要是曾小雅出来了，他老人家可以找个借口叫住曾小雅。战月担心的道：“奶奶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，谁能吃了奶奶不成？放心去吧，奶奶就算老了，也不是谁能欺负得去的，赶紧，别让奶奶一上午白费心机。”战奶奶，战月。在老太太催着战月去诊室找曾小雅的时候，曾小雅却出来了，看到婆孙俩，她主动上前打招呼：“曾医生，下班了。”老太太笑眯眯地问她。曾小雅已经没有穿着医生的工作服，她说道：“下班了。战奶奶刚做完所有检查吗？”“是刚做完，人太多了，每项检查都要排队。”回答的是战月。曾小雅理解地道：“是这样的，每天都很多人。”让曾小雅敬佩老太太的是，老人家其实有的是人脉可以插队，不需要像别人那样等待，但老人家没有那样做，老老实实的等待，老老实实的排队，不搞特殊化，更没有利用人脉。这尊自律的老人家，才能教出像战月兄弟这么优秀的孙子。曾医生，今天谢谢你了。老太太亲切地拉住了曾小雅的手，三人一起往外走。我没做什么呀，战奶奶不用谢我，那都是我的工作，是我该做的。应该是我要谢谢战奶奶如此信任我，挂了我的号，哪怕体检单是哪个医生都能开，也是老太太看得起他，才挂他一个年轻医生的号。我是很支持曾医生的工作的。曾医生，咱们一起吃顿饭吧。我让我长孙在管城大酒店给我留了雅间的。我跟你聊得特别投缘，想多和你聊聊。曾小雅本能地道：“怎么能让战奶奶请我吃饭呢？
该是我请战奶奶吃饭才对。咱俩投缘，还那般客气做什么？谁请还不是吃饭？走，跟战奶奶去吃饭。老太太这样说，是当曾小雅答应了。曾小雅还真不好拒绝老太太的热情。三人出了医院，曾小雅是骑电动车上班的，战月带奶奶过来体检，自然是开着她那辆迈巴赫。小雅，坐老爸的车吧，咱们还能一路聊聊天。老太太担心曾小雅骑电动车过去，连忙邀请曾小雅和她一起上车。战月又说，吃完饭后你想回家休息一下，我送你回去，下午再送你过来上班，这样你下午下班就可以骑你的电动车回去了。曾小雅说道，也行。她扶着老太太上了车，她才跟着上车。小雅，你买车了吗？老爸很懂车的，你要是需要买新车，可以向他请教一下，各种车他都了如指掌。曾小雅体贴地帮老太太系上安全带。老太太年纪大了，动作没有年轻时那般灵敏，系安全带的动作变得很慢，有曾小雅帮她，她也就由着曾小雅帮她了。我有一辆代步车，没有战月的这么好，就是20几万的合资车，暂时没有想换新车，有得开就行了，不追求新潮。车子时时有新款上市，他又不像那些有钱人，新车上市看中了就买，他就是买辆车代步的，休假的时候自驾游才会使用一下，平时上班都是骑着电瓶车更方便。20几万的车在现在也很好的了。老太太说道，你平时都是骑电动车上班吧？这样方便很多，我孙媳妇也很喜欢骑电瓶车上下班的。她说的是海童。曾小雅嗯了一声，是的，管城车流量太大，上下班高峰期堵得不行，电动车就能发挥它的优势了。战月不一样，他们男人还是更喜欢车子。老太太说，战月对各种车都了如指掌，想必战月家里的车库停满了各种豪车吧？是那样，他兄弟几个都喜欢买车玩车，车库里停满了各种车，我总说他们就一个屁股，能开多少辆车呀？轮着来开都要很久才能重新轮一遍。小雅，你还没有去过老爸家里吧？你什么时候又能休假？我请你过去做客，带你参观一下他的车库，如同车展一样。老太太热情地发出邀请。我经常都在老爸家里的，在他家里太无聊了，就盼着有个人能陪我说说话，聊聊天。这个我不好意思去打扰战月。曾小雅知道战月名下的房子不会只有万盛花园那一套的，战月没有邀请过他去参观他的其他房子，他也不会问他，他们俩没有熟到那种地步。打扰什么呀？是我请你去陪我说说话，你去了就是我们的贵客，他还敢将你往外赶不成？小雅，就这样说定了，你下次休假就过去陪战奶奶说说话。虽然我儿孙满堂，可是他们年轻人，上班的上班，上学的上学，除了贝贝可以天天陪着我，其他人还真没有什么时间陪我的。老太太叹着气，人老了，最怕孤独，就想有人陪着说说话。战月边开车边说道，奶奶，你别把我们说的那么不孝，闲时我们也会陪你聊天，陪你散步的，就是不能一直陪着奶奶而已。用奶奶的话说，他们年轻人要上班，哪有那么多时间陪伴老人家呀？你都不会聊天的，奶奶跟你聊天，经常把天都聊死了，我就喜欢小雅和我聊天。曾小雅扑哧的笑，战奶奶，你说错了吧？我觉得战月很会聊天呀，他知识渊博，跟他聊什么都能聊下去，就是我们医学的话题他都能接几句。反正我就不喜欢和老爸聊天，有时候会被他气死，我是他亲奶奶，包容他而已。战月，是奶奶高兴就好，爱怎么踩他就踩吧。好在奶奶踩他也是为了帮他把曾小雅请到他家里做客，可能是有代沟吧。曾小雅笑道，行，下次我休假，若是战奶奶真觉无聊，我就厚着脸皮去打扰一下战月，陪战奶奶聊聊天。
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老太太开心的道，你可不能骗我这个老太婆。不会，我怎么会骗战奶奶呢？就是没那么快轮到我休假，我这刚休完假呢，估计这个月底或者下月初吧。没事，什么时候都可以。是了，到时候管城办菊花展，小雅有空，咱俩去赏赏菊，我记得好像是11月左右就办的了。曾小雅说道，战奶奶还早呢，不过入秋了，闲时自驾游，到处赏赏秋景也不错。很想去看银杏，看红叶。老太太立即说道，老八他们每年都会挤时间到处赏秋的，今年老八要去赏秋了，你看看有时间的话，就和老八结个伴，来回机票、食宿都让老八包了，你只要人跟着去就行。曾小雅，战奶奶，我怎么有一种错觉，觉得你在给我挖坑呢？战奶奶，你别误会我和战月的关系，我和他以前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，现在也就是朋友和邻居的关系。老太太说道，我知道呀，我没有误会你们俩的关系，朋友和邻居的关系，就不能结伴出游吗？我看很多人结伴出门都是和邻居呢，大家住在一个地方多顺路呀。我是年纪大了，不好到处跑，我儿孙都担心我的身体，不让我再到处跑，否则战奶奶带你到处飞，赏各地不一样的秋景。老太太这样说了，曾小雅想一想，也的确有很多人会和邻居结伴出游，便没有多想。而战八少爷都没有机会插话，他在心里腹诽，奶奶要是个男人，绝对是个泡妞高手，得亏奶奶是女的，又是他的亲奶奶，奶奶一出手就帮他拉到了和曾小雅相处的机会了。今天是请曾小雅吃饭，下次她休假，又请她去她家里参观一下，现在又试着帮她安排好秋游行程，姜还是老的辣。战月对自家奶奶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怪不得几个嫂嫂被奶奶相中后，都逃不出奶奶的手掌心，奶奶撒出孙子网，就把她相中的孙媳妇全都网回来了。